去垦丁被当盘子，还不如去济州。垦丁是有钱人的垦丁，大家不是说没有账单吗？这不就来了吗？大！它的官网突然就非常的值得智慧票价。虽然它的正面写着 France， 可是它的背面写的产地是，哇，我真的是没办法睡。你这是在干嘛？有点阳春邻里兵，所有的行李都要自己抬，罕见。而且那个莲蓬头上还有一根。逼死洁癖，不是说海岛漂亮，然后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就会想要去，肯定好可惜。很敏感的话题，这个真的很烫。嗨，我是山南，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前一阵子呢，我们全家去了一趟济州，也和大家分享了5天4夜的亲子游玩的 vlog。就很多观众看完之后给我留言，还有私讯说济州看起来好好玩呐，看完好想去度假。甚至也有观众说去垦丁还不如去济州。我们其实也非常好奇这件事情，因为网络上搜一搜，大家常说垦丁是有钱人的垦丁。哦，对，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新闻，国旅好贵，垦丁3天烧2万，被当盘子不如飞南韩。垦丁3天2万，依照我们的好像也还好，以垦丁标准来讲不算太贵。我在网络上爬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基本上这留言分成2派。突然上来，你是哪一派？谁那一派？有一派说法呢，确实说是去垦丁玩还不如出国玩。另外又有一派说法呢，就是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刻意为了抹黑垦丁。你们又没有账单，又没有明细，凭感觉骂垦丁。所以呢，我们这次真的在暑假又去了一趟垦丁，非常的严谨。大家不是说没有账单吗？这不就来了吗？而且我们去垦丁的时间呢，跟去济州的时间前后相差不过1个礼拜。用我们的亲身经历来公平对比一下济州还有垦丁，一起来看一下济州是不是真的 CP 值这么高，垦丁是不是真的这么贵，又这么不值得去呢？那我们马上开始吧。我们先来说一说住宿的部分好了，毕竟我们出去玩，住宿绝对是占了我们预算的最大头之一。而且呢，在饭店睡觉的这个时间，也占了像我们这样子的2宝家庭很长的一个时间。再加上像房间的服务也好，然后饭店备品的舒适度也好，会非常大的影响到我们出行的心情。我们这2次出行呢，其实是先去济州。我们在济州呢订的是2间房间，一间是大床房，一间是双床房，时间也相对比较长一点，5天4夜，横跨了平日还有周末。然后我们去垦丁玩的时候呢，只住了1个晚上，那天是礼拜1，因为平日还有周末的房价不太一样，然后大床房和双床房的价格也不太一样。这一次呢，我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就都用平日还有双床房的价格来做对比。我们先来说济州好了，在济州呢，我们住的是位于市中心的 Grand Hyatt， 就是济州君悦。房型呢，我们订的是最普通的那种。据说这一间君悦是全韩国面积最大的一间君悦，确实看起来感觉整个空间都非常的宽敞。这边呢就是一个沙发区，坐在这里看一看窗外，这边的那个海景，我觉得真的值这个房间1半的价格。然后重点是你可以坐在这个沙发上看那边那个飞机的降落，我觉得非常的疗愈。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圆圆的餐桌，这个餐桌我觉得如果以小家庭来讲，正常的用餐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顺着这边看过去呢，非常明显的带着5星级饭店的这样子一种回游的动线。往这边回游进去之后就是浴室了。浴室的部分，即便我们这个房型不算是这里最大的房型，也是用了这样子的双台喷雾。这不是就是我本来想要装在我们家的那颗蛋形浴缸吗？这边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独立的淋浴间，这边还有一个小空间。这里一打开，5星级饭店必备，就是用一个独立空间去做了一个单独的这个 powder room， 你就可以在这边上厕所、洗手，就不会跟那边要洗澡的人的空间撞起来。这个房间目前看起来是不是超级 amazing？ 我们马上来揭晓它的价格。来，拿出我的账单。我们住的这一间双床房呢，在平日它的价格是25万4千，然后还要再叠加上一个10%的税金，折合成台币大概是6087块一个晚上，真蛮便宜的啊。但是这个价格是不含早餐的，因为我们在济州住5天4夜，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当时我们计划是觉得想要品尝一些不一样的美食，每天吃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在订的时候呢就没有订到早餐。但是呢，为了对比要公平，所以我们其实是加购了其中1天的早餐，价格呢是成人是6万韩币一个人，6到12岁的小朋友呢是3万韩币一个人。早餐的体验我等一下单独拎出来再讲，先来算价格好了。以2个大人的住宿加上1顿早餐，一个晚上算下来的价格呢，大概是8701块钱台币。我们这层饭店呢，我是直接用 World of Hyatt 他们这个官方的 app 来做预定的，所以整一个预定的过程都比较顺手。我一般出行呢就比较喜欢住国际5星，因为他们的服务水准相对会比较统一一点，然后积分呢也可以比较灵活的运用。但是垦丁
我就没有这个选择了。首先垦丁它就没有国际5星，我当时在订垦丁的饭店的时候，因为已经订好济州君悦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说要找一个可以和济州君悦与之匹敌的垦丁的饭店。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些口袋名单的，像新开的那个 Hotel Dua， 或者有一点秘境感觉的华泰瑞苑。但是这时候陈老师就说，这一次我们应该要订垦丁的凯撒，因为他说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垦丁的凯撒，只有凯撒以知名度来讲可以和济州君悦一较高下。确实，我手里拿的这一张垦丁凯撒大饭店的这个账单上面呢，也是写着它是世界顶级岛屿饭店联盟的成员啊。既然这么顶级了，那我觉得它来跟 Grand Hyatt 接距比，应该是刚刚好的，对不对？我们去垦丁的时候，因为刚好遇上台风的消息，所以我们其实是临时把我们入住的时间提前了，导致我们原本预定的那个房型它就没有了，就加钱换了一个带小院子的一个房型。我们住的这个房型呢，虽然比一般的普通房型多了一个可以泡汤的小院子，但是真的也就是仅仅多了一个可以泡汤的小院子，就这样子而已。以夏天这么闷热的天气来讲，这个小院子其实利用率还蛮低的，因为真的在外面待不住，太热了，而且非常多的蚊子。再来呢，因为在那个小院子里面，如果你想要玩的话，你抬头稍微往上一下，就是你楼上的邻居，他那个距离其实还蛮近的，所以你在那个里面玩，你就会觉得说有一点点没有隐私的感觉。然后在拍空景的时候，拍着拍着，然后就往上一看，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在，那我就收手。所以如果我下一次还要再订这个垦丁凯撒的话，我一定会订那个普通的房型，因为其实房间内部整一个结构，包含我们可以使用的设施等等，我们住的这个有小院子的房型跟普通房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价格贵出了足足快1倍，它的要价来到了11879，当然这价格是含早餐的。虽然呢从这个价格上来看，垦丁凯撒真的是比刚刚说到的这个济州君悦真的贵出了不少，但是因为我们是临时改变的行程，所以我相信如果提前准备、提前规划，价格的部分都以普通的房型来讲，我觉得他们有机会是不会差太多的。但是以在房间内部的那个感受，因为面积带来的那个对比的强烈的感觉还是非常巨大的。对比起济州君悦的大，垦丁凯撒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房型，小小的，但是五脏俱全。行李箱打开，如果你不收起来的话，那过道就整个会被堵住。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垦丁凯撒的这个订房过程，是我过去这几10年来订房间、订饭店的过程里面数1数2充满了意外的。为了对比公平，所以和济州君悦一样，我是选择了垦丁凯撒大饭店的这个官网来做预订。在我输入了一大堆的资讯、信用卡资料之后呢，它的官网突然就坏了。就整个画面一片空白，然后也没有上一步，也没有下一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那可能是不是已经预定失败的意思？就在我手忙脚乱，想说是不是要透过第三方的那些 app 来重新做预定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我订房成功的一封 email。这个时候离我刚刚刷卡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了。所以如果我有下一次还要再订凯撒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像什么 Booking 啊、Agoda 然后 KKday 这种第三方的 app 来预定。不过呢，从景观上来讲，我个人觉得垦丁凯撒就完全没有输。刚刚被我吐槽的那个小院子，它有一个后门是可以直接通向饭店的游泳池的，然后那个后门连通游泳池中间有一条小路，那条小路真的超级美，就完全是那种绿意盎然，而且重点是有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蝴蝶，我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就一直在那边飞。虽然相机好像不太拍得出来，可是你在那个当下会觉得说眼睛真的是充满了享受。这条小路让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入住非常的值得，智慧票价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凯撒的话，记得不要光玩游泳池，就游泳池旁边那条小路要记得去走一走，超美超美，到现在我都是觉得记忆犹新。相较之下呢，济州君悦你更多的就是坐在房间里欣赏一整片济州的城市的景观，毕竟嘛，它是全济州最高的一栋建筑物。虽然说没有像垦丁凯撒那样子大自然唾手可得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这样子的感受也是蛮棒的。再来说说房间备品的部分，应该是为了响应环保的关系，所以这2间饭店的浴室备品呢都是用了这种大瓶装的。济州君悦呢是用 Barman 的，然后它有洗发精、润丝、沐浴乳、身体乳还有肥皂。从品牌还有体验感来讲，你走进浴室一看到那个牌子，你就会觉得说哦，是名牌，值得的那种心情。但是呢，垦丁凯撒就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牌子，虽然它的正面写着 France， 可是它的背面写的产地是江苏 China。就我觉得一个1万多的房间呢，至少要用一个有牌子的备品，这是非常基本的事情。因为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本土的，而且很优秀的，像沐浴乳啊、洗发精这样子的牌子，不是说一定要用外国的，那至少是要有一个牌子的。它的洗发精跟沐浴乳是 2 in 1的。
好了，我真的对这个事情有点在意。不过呢，像垦丁凯撒，它虽然不提供像梳子啊、浴帽啊、什么刮胡刀啊、牙刷啊这些大大小小的一次性的备品，可是如果我们需要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柜台跟他们要。但是呢，像济州君悦，他就把这些他其实不想要免费提供给你的东西，他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那个小盒子呢就放在你的浴室里面，供你使用的这种感觉。但只要你用下去呢，像牙刷，它一组就是要1000块韩币，然后刮胡刀也是一组1000块韩币。虽然这钱真的是蛮便宜的，就等同于几乎不要钱，可是呢，就是你最后收到账单说啊，这要1000块。所以大家如果一点额外的钱都不想要花的话，就记得浴室里的那个盒子，大家就不要去动它就好。我知道有非常多的观众出行的时候会非常在意这个床品的舒适度。我个人觉得这2间房间没有哪一间让我觉得说，哇，我真的是没办法睡。但是垦丁凯撒花园里的这个灯，它居然是不能关的。你这些桌子在干嘛？我在找灯的开关，好不容易关全部了，但发现它那个花园的灯就会有一盏亮光在那里。打电话给前台，他说他不能关，他1点会全部一起关的。睡眠品质好吗？还可以，很安静，但是那个灯并没有在1点半的时候关，因为1点44的时候特别起来看，它还是亮的。是把窗帘拉好就好了。在饭店备品里面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在意？我们一家人就是还蛮在意，就是毛巾。垦丁凯撒的毛巾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是一个正常的毛巾。但是呢，济州君悦的毛巾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差异之大，让我们整个吓一跳。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呢，那个毛巾就插在身上是那种很干、很刺痛，就像快要退伍的时候的毛巾。结果呢，到了第2天，那个房屋阿姨来帮我们打扫过之后呢，换了新的浴巾给我们。结果那天的浴巾超柔软，天鹅绒那种感觉。这2天这毛巾让我们觉得说，这根本就不像同一个饭店的表现。所以大家如果去住济州君悦的话，如果真的觉得那个毛巾不太好，可能跟房务人员反映一下，换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毛巾。再来说一个，这2间饭店呢都做的一般般，甚至我觉得有点糟糕，导致我这2程旅程都觉得非常后悔没有带的一个东西，就是吹风机。现在还说凯撒这个吹风机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一支非常古早味的吹风机了。我吹完我这个长度的头发，吹了大概有10几分钟吧，我的手都快断掉了。济州君悦的这个呢，它虽然不是很老，可是你就拿起来觉得它有点脏，又感觉拿到的是一个战损版。这点上我真的说不上谁输谁赢吧，反正就各打50大板。就我平时在家里用我自己家里的吹风机吹，3分钟就可以吹干我的头发，硬生生的在饭店吹出了10分钟跟15分钟的战绩。像我们一家4个人，每个人头发都要吹，每一个晚上光吹头发这件事情就要多出快30分钟的时间。前一阵子有观众问我吹风机对不对，我这一集就顺便给大家讲，我这一支在用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奶蓝色的吹风机呢，是莱芬的，它的型号是 S1。这支吹风机呢，我差不多已经用了2、3个月了，拿在手里的重量非常的轻，我的手感上差不多2支 iPhone 15 Pro。现在都已经出到17了，我在拿15 Pro， 反正就差不多大概2支我的手机重量的感觉。因为它是高速吹风机，所以它真的可以非常快就把我的头发吹干。平时在家里每天这样吹，所以你不太会感觉到哦，它的重量很轻，然后它吹得很快。这2次出门就马上觉得说这对比超级强烈，因为在饭店里那2只吹风机一直吹不干我的头发，然后我的手就要一直这样抬着。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天是在济州，我吹完小朋友之后，我吹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是蹲在地上吹我自己的，真的超级累。我一般在用这支吹风机的时候呢，我是加这个吹嘴的，这样子会比较好的保护我的头发，而且我在吹的时候喜欢给它吹一些弧度，我的梳子就可以这样子贴在这个吹嘴上面。这个吹嘴呢是磁吸的，它就可以这样吸得非常的紧，所以你轻轻的磕碰它，其实不容易掉下来。然后陈老师呢，他比较喜欢风力更大一点，所以他通常是不用这个吹嘴，就是直接这样子吹。然后呢，他还有附这样子的一个烘罩，像 Lisa 她是自然卷嘛，所以晚上我在帮她吹头发的时候，我就是把她这个烘罩这样扣上去之后，就把她的那个卷卷的头发就把它球一球放在这个烘罩的表面上，这样吹完之后呢，她那个头发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弧度，就不会像那种自然卷的一头钢丝球的那种感觉。不过大家在选这样子的高速吹风机的时候，一定要选有足量负离子的，因为高速吹风机呢虽然可以把头发非常快的吹干，可是它有个弊端，就是在没有足量负离子的加持的情况之下，会让头发更加的毛躁。我这个人选东西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是属于既要又要的状态，我又要它
快，然后又要让它吹完之后我的头发是漂亮的。那我选的这一支莱芬的 S1呢，就带了2亿的负离子，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前阵子在滑 IG 的时候，看到很多女星在参加红毯的时候，她们也是指定用这一支吹风机。不过她们用的呢是莱芬的另外一个系列叫 Swift， 就会相对更高阶一点。比我手里这一支 S1呢，它的转速会更高一些，当然价格也就会更贵一点点。但是莱芬这么多系列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S1， 因为它的颜色真的做得非常漂亮，它每个颜色都是那种不饱和色系，我觉得没有女生会不喜欢这样子的颜色而且呢，这一支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全面，光温度的部分就带了热风、温风还有凉风3种温度，而且你长按它的话，它是会冷热循环，再加上它一样有过热检测，可以更好的保护我的头发，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比最高阶的更划算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支吹风机我选的还是蛮聪明的。我的这一支呢是美国版的，然后因为它的电压跟台湾刚好是通用的，所以我在台湾也可以用它。莱芬现在在很多国家都可以买到，我查了一下，像台湾、香港、马来西亚都有自己的代理商，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方便的购买渠道。但是像美国官网，我这一次是有要到一个折扣码，我把它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北美的观众如果要下单的话，记得可以使用。那其他地区如果有要到折扣码的话，我也会后续再更新上去，感兴趣的观众记得去看一看哦。再来说一说小孩住饭店超级爱翻的 mini bar， 也算是房间设备里面我觉得一定要比的部分。毕竟这个部分是垦丁凯撒完全可以上大分的一个项目，因为垦丁凯撒的 mini bar 全免费，零食吃到饱，饮料喝到饱，小孩超开心，妈妈超担心。那济州君悦呢，它就比较正常，只有水是免费的而已。所以在我的账单上呢，就出现了一笔5000块韩币的 Pringles， 这一笔账要记在兄妹头上。今年的压岁钱一人扣2500块钱韩币。刚刚有提到，我们为了公平比较，我们在济州的君悦也加购了早餐嘛。结果这个加购直接把垦丁凯撒按在地上摩擦因为说实话，垦丁凯撒的早餐buffet真的是蛮潦草的。虽然它的种类不算少，可是它的整个水准就是连锁早餐店或者那种小火锅里面那种免费自助吧的那种水准，摆放为主，就谈不上什么口感不口感的。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它的一个牛肉汤，超有趣的。那牛肉汤要我们自己煮，全程自助，感觉是因为人手非常的不足，导致完全没有任何的 service， 更不要说什么欢迎咖啡了。要喝咖啡的话，也要去一个自动的一个咖啡机里面自己按。如果这个早餐它是出现在3、4星的饭店或者是民宿，那我觉得这个早餐还蛮好的，就因为它很干净，而且你坐在那边还可以远远的看海景，觉得整个一个氛围是非常的舒适的。不过5星级饭店里面的早餐完全没有服务，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遗憾的。后来我在垦丁吃了一顿烧肉，然后在那个烧肉店也和服务人员去聊天嘛，跟他的聊天过程中我知道说原来现在垦丁要找到服务人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呢，我在这边还是很想要夸一夸垦丁凯撒现场的那些服务人员，虽然真的又要带位，然后又要清洁，感觉大事小事都要他们来做，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态度还真的是非常好，就是那种动物森友会里面村民的那种标准，非常非常的友善。相较之下，济州君悦在餐饮上真的赢面非常的大。欢迎咖啡是肯定有的，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国际5星的基本操作。buffet台上的种类也非常多，多到完全数不清，像那种很常见的煎蛋啊、培根啊、面啊这种就不说了，就一定有的。然后它还有当地的一些韩式的料理，然后再到一些餐后的糕点、传统糕点，这些全部都有，甚至还有像烟熏鲑鱼这一类比较昂贵的食材。餐后的甜点呢也非常的多，还有精致。除了那种漂亮的糖果塔之外，它的那些小蛋糕种类也很多，然后也有冰淇淋，而且每一颗你都会觉得说让你食欲爆棚，而且用的都是一些济州当地的一些食材。你像在那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像橘子口味的，每一个都非常的用心。那除了餐厅之外，在济州君悦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忙不过来的那种感觉，因为里面除了有比较完备的一个购物区域之外呢，还有室内和室外的泳池。光这个室外泳池 Chris 跟 Lisa 就连去了4个晚上。这个泳池人他虽然真的非常多，但好在他帮你提供的设备很完善，就比如说他为房客提供了各种 size 的救生衣，所以哪怕你没有带游泳圈或者你不会游泳，也可以非常安心的在那里玩。像我们其实真的住过非常多的5星级饭店，我觉得济州君悦这一点真的做得非常的棒。再来这一次想去没有去的就是他的健身房，因为从照片看起来感觉他的设备非常多，然后空间也很大，但是因为每天都好累，健身费我就觉得说算了，好了，下次再去体验。还有一个很遗憾的就是我这一次没有去成他们的那个汗蒸幕，也是在饭店里面的，因为他不接待8岁以下的小朋友，所以这些算是我这一层的遗憾。那凯撒的话，我觉得他从户外泳池来讲完全没有输，我真的觉得凯撒的户外泳池真的做得蛮
棒的，因为它就会有一种那种度假感非常的强烈。大概是因为我们有南方树木植栽的原因，又亲近大自然，又可以玩水，所以小朋友真的非常的爱。但是我觉得作为陪游的妈妈，凯撒的所有的躺椅它是没有那种遮阳的东西的，就没有那种棚子或者没有树荫，也没有那种伞，所以陪游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晒。那健身房的部分呢，我也是没有去。对比起济州君悦想去没有去呢，肯定凯撒就是不太想去，因为照片看起来真的有点阳春社区健身房的那种感觉。济州君悦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觉得胜算在握，觉得非常高兴？先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比打扫清洁还有服务这一部分呢，肯丁凯撒就完全展示了老牌5星饭店该有的水准。从进停车场的那一刻，礼宾服务就开始了，非常的沉稳，非常的老练，非常的有礼貌，而且呢也很周到。但是济州君悦，我们一样是开车前往，所以我们直接是进了济州君悦的地下停车场。结果下车之后零礼宾，所有的行李都要自己抬。后来我观察了一下，如果你住饭店的话，你从 lobby 进出的话，就是会有礼宾人员帮你去抬行李啊之类的这一些服务。这个很不公平，真的去济州岛，很多人都是开车。对啊，对，而且其实你对比一下，像我们之前在首尔住 Anati at 江南的时候，它就是会有常驻的礼宾人员，就是 stand by 在停车场那边。重点是那个时候还零下17度，非常冷。对，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是觉得济州君悦要好好的改善一下的部分。另外，济州君悦的这个入住的流程非常的繁琐，我那一天整一个入住流程大概等了快半个小时吧。而且这个过程中很疑惑的一点，济州君悦它的 lobby 是没有for那种要入住的客人坐的那种沙发的，这一点真的非常罕见，堪称我住过的5星级饭店里面可能是头一个吧。你像肯丁凯撒，它就是有沙发，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坐一下。所以那一天我们在入住的过程中，我们一家老小，然后 Lisa 那时候还困得不行，他们就是真的是站着等。而且我真的是要吐槽一下济州君悦的这个停车场，它那个停车场进出呢是扫车牌号码的，然后那个车牌号码就是在入住的时候你要跟入住的人员先说好，然后先做登记。那不知道是因为人手不足，还是他们工作对接疏失，还是怎么样，反正呢 anyway 就是我们那个车牌号码就是没有登记成功，所以导致我们每一次要出停车场的时候，我们那个车都会被卡住。不止我们啦，反正就很多台车我们看到都是被卡住。然后呢，济州君悦它在清洁上做的也是蛮潦草的。我们那天入住的时候，我们房间客厅的那个茶几上面就很明显的看到上一组客人用过一些不知道是食物的痕迹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几个印记在上面，而且那个莲蓬头上还有一根头发，这种小细节真的是逼死洁癖。总的来说，济州君悦你住在里面就会有一种6000多块钱的房费，它就算有点小毛病，我们也可以包容它。我们在住的那几天也确实每天从老到小都是沉浸在哇房间好大，哇去哪里都好方便啊，好好吃那个过程中。但是呢，肯丁凯撒也同样是因为它的价格的关系，因为1万多嘛，你就会对于它房间的大小，然后它的餐食，然后它的备品有更高的期待。另外我在搜寻肯丁住宿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肯丁3、4千块钱左右，甚至更便宜的民宿、普通的住宿选择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是当我想要住5星级饭店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全部都跑在差不多8000块钱以上。现在非常多外国的海岛都有很多的国际5星的入住，相较之下，肯丁的5星级饭店的选择真的是有点少，而且真的是蛮 local 的。哇，私心真的好期待有更多的国际5星饭店可以看到肯丁，让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选择，也让想要在台湾就可以去享受阳光沙滩的人群多一个去肯丁的诱因。因为肯丁的自然风光真的超级棒，非常美。再来，我想要对比一下便利性，因为通常我们说到出去玩，比如说出国玩，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出国玩可能相对会更麻烦一点，因为毕竟要坐飞机。国内游的话，相对来讲应该会是省时省力一些。结果我算了一下，我发现不是像我们这次去济州，我们整一个飞行时间是不到2个半小时，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去饭店只要15分钟的车程。但是我们家去垦丁的凯撒，在完全不塞车的情况下 ，Google 导航的时间是1个小时49分钟，这还是我家在高雄的情况下。想一想，如果是住在北部的观众要去垦丁玩的话，先要坐高铁来高雄，然后到了高雄之后还要租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再辗转去垦丁，这样一路算下来，感
感觉那个折腾度不会比去济州轻松更不要说是海外观众想要来台湾玩，然后看一看垦丁了。这个真的是要靠交通规划了，不是说海岛漂亮，然后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就会想要去。我想如果垦丁有可以直接到达的机场或者高铁站，大家想要去垦丁的那个动机就会更多。每次想到这一点，我真的都觉得垦丁好可惜，明明可以透过规划把它做得更好，可以做得更合理、更透明、更加的国际化。看到这边的海外观众，如果你们刚好来台湾，想要享受一下那种海滨城市的那种感觉，如果真的觉得去垦丁太远了，欢迎来高雄 ，Welcome to 高雄。毕竟我们是高利佛尼亚，非常的 chill。我们这2程家族旅行下来呢，感觉济州的物价真的是蛮便宜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就要来讲一讲大家都很敏感的话题。比起来，垦丁是不是真的物价那么贵？是不是真的只有富人才可以去？当然，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我们在那边呢，选择去吃一家连锁店，我们去吃了干杯，因为我感觉这样子呢，会相对的公平一点点，而且呢，也比较不容易吃到那种超级天价的节瓜。然后呢，我们在济州呢，也一样是吃了一家连锁的烧肉店，叫熟成道。来跟大家公开一下，我们在这2家店的人均的消费。我们在熟成道的人均消费呢，算成台币，一个人是花了621块钱的台币，是不是不是很贵？就想起来感觉说吃一顿烧肉还吃得很饱，感觉这个名店感觉这个是 OK 的。结果我们在垦丁也没有很贵啊，我们人均算下来一个人是吃了547块钱的台币，而且我们在干杯我们吃了很多的牛肉。对，我们在熟成道是没有吃牛肉的，只有吃猪肉。重点是熟成道你作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店，我现在其实已经回想不起来它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了，反正它就是一个烤肉店。可是我觉得烤到那样的水准的烤肉店应该真的是蛮多的，就不用特别去跑一趟。重点是他还多算我钱他给我算了那个钱，然后后来还没有上那个菜，而且我不是很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太忙忘掉还是怎样，因为我后来回来爬了一下文，我发现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算钱然后他东西不上，这个真的很烫。所以我觉得如果都是以连锁店这样子的角度来比的话，我就肯定完全不输。大家如果真的觉得说很担心去一些很小很小的店，你怕自己踩雷，我觉得事先多做一做功课，我觉得垦丁的物价应该没有到吓人到这个程度。韩国这2年的旅游，你会觉得规划感非常的重，从北到南，不论你是去像首尔、釜山这样子比较大型的都市，或者像去济州岛这样子旅游感非常明显的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些地方的小城市，都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可以供游客去玩的地方非常非常多。你像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店，老人喜欢的这种爬山散步，还有像小朋友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公园，还有像什么玩沙子采浪花这一类自然的活动，包含像女生最喜欢的买逛街，基本上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在韩国这些旅游城市找到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像垦丁的话，就比较多的是纯粹享受美景。我在做这一集选题之前，我还特别去问了身边这个暑假有去垦丁玩的朋友们，我发现只要是带小孩的家庭，大家的行程都差不多，就是住在饭店里面，然后玩那个游泳池，然后顺便去海边采浪花、抓寄居蟹，就是这样子而已。虽然这2个地方水上活动都还蛮丰富的，但是因为我们家庭构成的关系，都没有去体验那一些比较专业的水上活动。但是以我们的感受上来讲，会觉得说在济州可以玩的东西会更多一点点。这样看下来，会不会真的觉得济州还有垦丁，从自然风光还有地理位置来讲，真的都非常的相似，都是国境之南，都有着非常漂亮的海岛的风景。那今天分享的呢，仅仅是代表我们一家人的感受。毕竟如果你出去玩的话，你的家庭构成，然后你这一次的旅行目的，包含你的旅行的预算，都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旅行的感受。不知道看完今天的对比，有没有心里痒痒的想要去安排一次海岛的旅行呢？我也非常好奇济州还有垦丁哪个城市会成为你的选择，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